逍遥，我告诉你，而且我根本也不会喜欢像你这样一个会劈腿的男朋友。你以为我是货品啊？称来称去，比较来比较去，到最后才决定跟谁交往。你走啊，快出去啊，出去啊！我一定要骗回这个笨女人，否则我就没钱了。天美，原谅我吧！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快点起来啊！天美，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难道你把我们以前美好时光都忘了吗？啊，那些都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里了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啊！我求求你，你再接受我吧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就给我一个理由。你要干什么呀你？天美，你要理由是吧？理由很简单，天美她现在是我的女人。啊！天美，这位是严格，曾丰建设总经理，这里是我的办公室，我们已经在交往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他，请你出去。天美，我们分手不过才几天而已，你就有了新男朋友了？你是脚踩两只船呀！啊！我哪有什么劈腿啊？哼，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呢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有机会认识这么英俊潇洒又风度翩翩的男朋友啊？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现在是我不要你，听见没有？是我不要你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听到没有？我们现在两个非常甜蜜，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，是不是啊，亲爱的？是啊。如果不是有我的话，你不知要被多少男人骗得有多惨。我数到3，一起放手。1、2、3。好。怎样？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的幸福，所以你没有机会了。逍遥，你要干什么？被骗第1次是他可恶，被骗第2次就是你笨啊！喂，像这种男人，就算在你面前剖腹自杀，你也不能原谅他。笨女人！干什么？胡思乱想什么？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恋爱的事影响到工作，好不好？
什么时候因为我谈恋爱影响到你的工作了，男朋友？是吗？那你现在在干嘛？现在是上班时间。喂，你看清楚哎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。下班刚过15分钟，谁知道你在这里发呆多久啊？你就非要这样跟我作对吗？你别自己感情不顺利，就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不快乐。哼，你没必要这样瞪着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到现在还留着前女友的照片，还偷偷把它放在抽屉里。哦，你以为你把它藏着，它就不存在？我告诉你，重点不是照片，重点是你的心。你到现在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，不表示所有的人都要跟你一样不快乐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放手啊！放手！放开我！你就是因为脾气那么差，所以他才会离开你啊！喂！分开后的日子总会让人太难受。什么嘛？什么男人啊？总经理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自己走不出失恋的阴影，还到处乱骂人，神经病啊！他好心帮你，你怎么能让他这么伤心啊？知道吗？总经理，总经理。手也不一定拥有，激情是说不走，也不知道会多久。哎呦，总经理，你喝的够多了。哎呀，总经理，别喝了，把酒给我。一旦下班，听见没有？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负责他的安全。我还有事情，我也先走了。少喝点。总经理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要再喝了。喂，再给我一瓶。总经理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可以下班了。可是下班了。莫名其妙。喂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不能再喝了，你不能再喝了，把酒给我。哎呀！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作对啊？你不要这样嘛！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攻击你，说你走不出失恋的阴影。其实我知道失恋是很痛苦的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把酒给我。我不要。把酒给我！你不能再喝了。你们女人都一样，善变。爱的时候整天黏在一起，不爱了转身就走。你以为只有女人会心痛，男人都是铁石心肠，是不是？哼，你看我这么伤心，你是不是很开心啊？你高兴吗？你高兴吗？你一定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，你才知道它真的碎了吗？啊？你要我怎么做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？喂，哎，你喝多了。我不是你女朋友，我是夏天美啊。喂，哎呀，你起来啊！你很重哎。哎呀，起来，回家了，快起来！哎呀。我呀，真是欠你的，又要帮你洗西装，又
又要帮你脱袜子。哎呦，你不要动啊！算了，我好人做到底，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哎呀，来，领带。哦喂，哦，哎呀，你压着我怎么帮你啊？呀，睡成这个样子。不要走。哎呀！真是可怜的人啊，把我当成他女朋友了。你呀，明明就是还深爱对方，干嘛死不承认啊？哎，你是男人哎，男人的好处就是可以去把他追回来啊，干嘛不去追啊？不过不去也好啦。其实你还是长得蛮帅的啊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你跟逍遥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还是偷偷的高兴了一下。你一定不知道，虽然你每天都要跟我吵架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很好的。你说我是你女朋友，是真的假的？就算是假的，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。因为你，我放飞梦想，去拥抱彩虹。你喝多了，哎呀，我不是你女朋友，我是夏天美啊。算了，我就好人做到底，让你睡舒服一点。你这个女人神经也太大条了吧！居然敢跟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共度一夜，还好我是君子，不会乘人之危。我要看你怎么办！谢天美，还睡啊？猪头胎啊，这样也能睡？闭嘴啊！你把奶奶吵醒就糟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好心把你送回家，你这个色狼！你讲丑报啊你！谁让你讲丑报啊？我昨天是怎么帮你赶走那个爱情骗子？结果你怎么报答我的？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，我还把你送回家，还帮你脱衣服，还帮你脱鞋子，你还
帮我脱衣服、脱鞋子，谁才是色狼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色狼，我对你有企图心啊？当然了，谁不知道我严格是黄金单身汉，又帅又有钱，年轻有上进心。是，你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吧。那些说你是黄金单身汉的女人啊，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机车男，还是个神经病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？哎呀，昨天我喝醉是喝醉了，好像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什么，今天你跟逍遥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还是偷偷的开心了一下，就算是假的，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。你根本没有喝醉，你在装的，你还偷听我讲真心话。所以你说的是真心话？当然，我的真心话就是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你的。我看你是相反的才对吧？我看你根本就是爱上我，你真是个幼稚的男人，就像小学生捉弄女生一样，明明就是很喜欢对方，却故意想把对方弄哭，对不对？真幼稚！你才少条筋呢，鱼干女！你干嘛叫我鱼干女啊？我再也受不了你了！等一下！我干嘛？我先走，因为是我先受不了你。你回来！是我先受不了你。是我先呢！白痴啊！明明就是我先受不了你嘛！我先受不了你的好不好啊？明明是我先，好不好？喂，我先受不了你，让我先走。是我先，我先。我没有什么。你不要误会啊！我们真的没什么。我只是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是他把我拉上床的。什么叫我把你拉上床？明明是你先拉我的。那是因为我喝醉了。喝醉了不起啊？喝醉就可以乱来啊？我是女生哎。那又怎样？我又没有逼你，是你自己愿意的。而且你昨天害我心情不好，你要负责。我负责？我都没有叫你负责，你还有理由叫我负责啊？那真是得寸进尺。我都没有想好现在回去怎么跟我爸妈交代，彻夜未归。我又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生。我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。懒得搭理你了。我还懒得搭理你。天美，来过来，别紧张，别害怕啊！这件事我一定让严格负责。负什么责啊，奶奶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啊！而且，我怎么可能对这种女生感兴趣？什么叫我这种女生？哼，我还想说，我根本就不会对你这么机车、这么冷血的人感兴趣呢。对不起啊，董事长，我先回去换件衣服，然后再去上班。男人喝醉了还敢跟人回家，没脑筋。奶奶，对不起了，我不应该喝酒失态的。你知道你最不应该的是什么吗？最不应该的是不该跟天美说那些无情的话。可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，我们这种事情总是女孩子吃亏嘛。不管你们之前怎么样，不管是谁主动，你都不应该跟他说那些话，知道吗？可是明明就是他。我不是跟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，我是跟你说处理问题的方式。总之，这件事从现在开始由我负责，你就负责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哦。还不赶快去洗漱？哦。好在是天美，这个女孩我喜欢。怎么办？董事长好像很喜欢那个天美，万一总经理跟天美真的在一起，那小静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急死人了！怎么到这个关键时刻停机呀？哎呀！
老板，给我一张100块钱的电话卡。好。姐跟钟浩天被八卦杂志拍到了。那这是怎么办啊？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先生太太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天美昨晚没回来，连被子都没动过呀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昨天晚上快8点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要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的呀。他有没有说他去做什么？哦，没有讲，他只是接了一通电话，匆匆忙忙就出去了。那会不会是逍遥回头找他了？他们俩不是分手了吗？我打电话给他。姐，你上杂志了，你看，你上杂志了。我上杂志有什么好稀奇的？你整夜没回家才稀奇呢。你去哪儿了？哎呦，这个根本就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这杂志上啊，不仅有你，还有钟浩天。夏家千金夏友善感情曝光，与神秘男子偷偷约会、吃饭与购物。不知道昊天看到没有？如果真看到了，他们一定会吵架。那我是不是又重新得到了争取的机会？友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继续在跟昊天交往啊？我早就说过，谁会不顾自己的安危拦车救人？那个钟浩天肯定对友善有意思，毋庸置疑。菊妈，你别插嘴。友善，我在问你话呢。是啊，友善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，虽然他还没有结婚，但是如果他是个会3心2意、对感情不忠的人，你怎么可能信任他、爱他呢？这个报道连照片都有了，而且你们的动作的确是很亲密。如果真看到这个报道，他一定会伤心的。对你来说，这也是让你名誉受损的事，这是两败俱伤的事情。友善，你最近心情非常不平稳，是不是因为陷入了这个3角恋情，然后无法自拔了？姐，你说清楚啊！好了，你们都不要再说了，行不行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。好，你们可以责骂我，可以指责我，甚至可以侮辱我，但最起码让我知道这个报道是哪里来的，好吗？友善，天美，往哪里躲啊？轮到你了，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严董事长说的对，这件事一定要叫严总经理负责。开玩笑，女孩子的名节比什么都重要。哎呀，菊妈，我跟他又没有怎么样。你说没怎么样就没怎么样，人家信不信呢？这么容易，尤三姐也不会冤死了。那是柳香莲她不长眼睛。你还说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？还好不是跟那个逍遥。严格这个孩子呢，看起来还比较值得人信赖。如果能跟他走在一起啊，我看啊，还是比较匹配的。哎呀，妈，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呀。还没什么，还在一起过夜了。你要妈怎么说你好啊？那你就不要说了嘛。再说，是真的没什么呀。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尤三姐，还有什么柳香莲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先去换衣服，还得去上班呢。啊，拜。本来以为啊，孩子大了可以少操心了，没想到这2个一样都让人操心。我跟你们说呀，他们小的时候就认识的，真的。早啊，吃早饭了吗？早啊，早。他们真的小时候就认识，不信你们看呐。这种事没法说。哎，
也不知道，真知道不知道啊？喂，看什么好东西呢？干嘛神神秘秘的？小别谁知道啊？谁知道他知道不知道？我不管了，你自己看。什么？你是一直都不知道吗？他们小时候就认识了。但那是小时候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要是谁心里受得了。夏经理。珍珍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看到杂志之后，我也很震惊。他们只是看图说话，跟事实有很大差距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些照片都是电脑合成的了？当然不是，我跟昊天的确是出去吃饭了。吃完饭之后，他把东西洒在身上，所以才会陪他去买了衣服。可是你们的样子更像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啊！我承认这些照片拍的的确是很暧昧，我也承认我的确很欣赏昊天。尤其在他救了我2次之后，我甚至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守护神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我都会平安度过。但是我更清楚你们才是一对，我绝对不会刻意破坏你们的感情。珍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你很激动，但我并不想因为我，或者因为这些报道，会影响到你跟昊天之间的感情。严格来说，我这次跟昊天吃饭，是可以算是一次约会。这是他前天给我传的短信。珍珍，好了，不许八卦，各自工作吧。珍珍，昊天，刘珊，珍珍呢？你也看到那篇报道了？你也看过？那珍珍她……刚才他很激动地离开了。哎，昊天，昊天，我劝你还是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冷静一下吧。不行，她现在一定很难过，我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做呢？你当然要做，但绝不是去找杨真真。你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。这样吧，我正好要去找写这篇报道的记者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找他？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们小时候的事情。你没说，那记者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？这就是我们要去弄清楚的事情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先去弄清楚。这个臭小子简直是太过分了，还敢脚踏2条船！不行，我要给他打电话，我要让他跟珍珍说个明白。好了，号码给我。哎呀，你给我，你别打了，杂志都已经登出来了，昊天不可能不知道。哎不，如果昊天的心里还有珍珍的话，他就应该过来当面说清楚。如果他不来，就算你打电话勉强他过来有用吗？我放弃了。就算昊天现在过来找我，我也不要他了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傻话？你现在就放弃了，那不便宜了那个夏有善了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个夏正松不知道怎么教女儿的，教成了狐狸精了。哎呀，秀兰，你别这样说好不好？事情还没有搞清楚。怎么还不清楚啊？以前谁上报纸啊？不就夏有善一个人吗？媒体记者他都很熟，所以能登出这样的消息不奇怪呀。我看呢，根本就是他追求昊天不成，昊天不答应，所以他才想出了这种下三滥的办法，想生米煮成熟饭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看过昊天写给友善的短信，真的是他主动追求友善的。为什么男人都是这样？一边送你星星，说什么天长地久，一边又跟别人说什么命中注定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乖女儿，别再哭了啊！别再哭了，你再哭，妈的心都要碎了。天哪，为什么是正松的女儿呢？她们是姐妹啊！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让她们姐妹相争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母女俩能不能不要这样啊？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哎，爱情是需要争、需要抢的，幸福是要靠争取得来的。是要跟昊天。哎，所以呢，来，好，哎，真真，你告诉我，你还爱不爱昊天？要不要他？啊？说呀，你别哭了，行吗？说话啊！说话。真的要啊？那好，那阿姨陪你一块儿去争去要啊！我可不像你妈妈，就知道等，就知道躲，我绝对不会让幸福从我的眼前溜走。你也不许这样啊！走，走。秀兰，你要带珍珍去哪儿？哎呀，你让开，让开！哎，走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别管了。不知道姐在干什么，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喂，天美啊，我跟昊天刚从杂志社出来，这些事情都是昊天妈妈做的，没事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处理的。好，拜拜。不要这样嘛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去想办法跟珍珍解释一下嘛。事实就是事实，她要是还不能谅解，就是她的问题了。哎，对了，友善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你能不能去跟记者解释一下，就说我们根本不是一对恋人？我想澄清一下，也许珍珍就不会那么生气了。我不可能这样做的。为什么？你只替珍珍着想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整篇报道的主角是我，而不是你。撇开我个人会被说三道四，把我说成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之外，幸福城堡的销售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个你承担得起吗？这件事儿，受害者其实是我，是你妈妈拿我炒新闻，我被欺骗、被设计。我都没有来跟你们计较，你反而来要求我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已经答应你会去跟珍珍说清楚，但这是我的极限，请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希望珍珍看到报道不要太生气才好。要不然他们复杂的三角关系就更麻烦了。你好，请问夏天美小姐是你吗？有人送你玫瑰花。哦。
你永远不要原谅我好了，就让我一辈子懊悔，一辈子自责，一辈子记住我究竟失去了什么。哎呦，那种人送的花是有剧毒的，还不丢掉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嫉妒啊？我干嘛嫉妒你啊？你不要以为昨天晚上跟我共度一夜就有什么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我不省人事，才懒得跟你这种傻女人共度一夜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也不想，好不好？你要去哪？把花插上。不准！你凭什么干预我啊？我是你主管，把花给我。你去泡咖啡，我现在就要。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都已经跟你说她是我女朋友了，我严格的女朋友你也敢追？莫名其妙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没有看内容啊，我只是怕你被他骗了。他不会是又要约你吧？哎，你不会再去吧？你都已经说你交男朋友了，他还这样追，太不给我面子了。哎，你吃醋了？嗯？你真的吃醋了？该不会是你爱上我了吧？你真的把自己当我男朋友啊？你想得美啊！你也不去照照镜子，穿得跟唱戏的一样。一点都不利落。哎，你也太不懂了吧？这叫波西米亚风，懂不懂啊？我管你什么台风、龙卷风的，你穿成这样在街上卖艺还可以，这里是建筑公司，穿成这样一点也不专业。基本上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本来也没有准备变成你喜欢的类型，所以关你什么事啊？那是因为你前男友是个烂人，宁缺毋滥，你懂不懂？是烂人又怎样？哼！喂，逍遥，我答应去和你约会。嗯，什么？层峰咖啡厅是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晚上见。你这个女人想怎么样？一定要约在饭店咖啡厅吗？上面有一堆房间呢，你不怕他算计你啊？好，执迷不悟是不是？我就让你去吃点苦头，到时候别影响我的工作进度就是了。我昨天要你整理的资料好了没有？还有之前修改的设计图，我告诉你，我中午以前要。看看，我们昊天跟友善多般配呀！是谁呀？来了。哎，周昊天，周昊天，出来！你儿子呢？不管他在哪儿，叫他马上出来。怎么了？看你们这阵势，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没错。你儿子脚踏两只船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？哎，别废话啊！他在哪儿？马上叫他回来解释清楚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儿子的确是在跟夏友善谈恋爱，而且我非常的赞成。也许我们将来会跟夏家成亲家。至于你们家珍珍嘛，那就想开点吧。年轻的时候大家可以玩一玩，但做人就是要看得开一些。什么话呀？难道说你儿子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始乱终弃的准备了吗？淑梅，早先你忙的时候，昊天放学都是在我那里面搭伙，我甚至于还收他当干儿子，所以他的为人我很清楚。要说对珍珍有意见，我想应该是你。杨柳，我们都是一个女人顶一个家，
对子女的期待都一样。你巴不得你们真真嫁给我们昊天，那是为什么？那还不是因为我们昊天将来有前途。但是我又怎么舍得我的儿子去娶一个对自己前途没有帮助的人呢？人往高处爬，你为你的女儿好，我还为我的儿子好呢。哈！所以你就替他物色了一门值得高攀的亲事，对不对？啊哈哈！原来你儿子这么无能啊，靠女人往上爬，那又怎么了？人生苦短，能少奋斗30年，谁不想要？谁要是不想要，那全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那些摘不到葡萄硬说葡萄酸的人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绝对不会同意让我们昊天娶杨真真的。你们如果不想让真真一辈子受苦，一辈子苦等一段不会有结果的感情，那你们就好好劝劝她，让她去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人，嫁了算了。哼，门当户对，好啊！你就这样对待真真，夏正松绝对不会接受昊天的，因为真真他眼睛……这就不劳你操心了啊！哎呀，现在可以走了，出去！你出去！哎呀，淑梅，一身鸡肉饭的味道，我闻了都难受。还有你啊，一个女孩子家的，男人都不要你了，还跑到这里来哭来闹，你丢不丢人呢你？伯母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说我呀？你不要我说你出去啊！你再说一句，我说了，出去！我就不出去，你出去！嘿，出去！敢推我，我让你推！不要打了！这么野蛮的推我，你出去！别打了，你别打了！出去！好敢推我，是你们不知好歹！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拖累我儿子呀？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的儿子呀？他欺人太甚！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我退出，我跟昊天分手就是了。你听我说，杂志上的事情，昊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夏小姐是真的吗？你明明知道杂志登出来，真真会伤心的，你不到家里来解释就算了，还跟夏小姐一起回来，难道你真的不要我们真真了吗？不敢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不然是怎么回事啊？说呀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不打了怎么样？你让他说打，让他自己说，他应不应该打你？说呀！秀兰，你听我说，你应不应该打？该打，是我不对，这件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但事情跟杂志上写的有出入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们都一起出现了，你的答案、你的选择都已经很清楚了。真真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跟友善会在一起，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去杂志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那些短信呢？友善他都给我看了，难道你发给他的所有短信都是假的吗？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。友善，你帮我解释啊！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爱的人是真真，我说过很多次我爱她，你为什么要破坏？真真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跟友善会在一起，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去杂志社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那些短信呢？友善他都给我看了，难道你给他发的所有短信都是假的吗？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。友善，你帮我解释啊！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爱的人是真真，我说过很多次我爱她，你为什么要破坏？其实整件事情都是我妈计划的，是她偷了我的手机，去发短信给夏雨山小姐。昊天说的没错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他证实。真真，其实刚才我想要跟你说的，结果你没有听完就跑了。
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妈妈存在啊？珍珍，干妈，秀兰阿姨，对你们造成的伤害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但我也请你们不要再责怪我妈妈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她这么做也是为我好。珍珍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珍珍，珍珍，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妈。珍珍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，她看起来好伤心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珍珍，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，就不要再想了。找个时间好好跟昊天说清楚。两个人在一起，这样的问题要共同去解决。哎呀，珍珍，珍珍，你别不说话呀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看看你妈妈都急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在想，爱情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就和吃西餐是一个道理。恋爱是单点，因为是单点，所以你吃不到其他的任何东西，你也不需要去承担任何后果还有责任。但是婚姻不一样，婚姻就是套餐。你除了主餐之外，对方搭配什么，你就必须要全盘接受，你没得选择。就像我选择了昊天，我就必须要接受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的妈妈，以及他妈妈对我的歧视和不谅解。珍珍，妈听你这么说，你是想放弃这段感情？啊，妈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了昊天，却不管他妈妈。是啊，你只要嫁给了他，你就要把他妈妈当成我一样的去孝顺。我一直把他妈妈当成您一样的去孝顺，但是他呢？他把我当成他女儿了吗？他一直在排挤我，我可以坚持多久？就算我再爱昊天，我又能忍多久？我不知道。珍珍，珍珍，珍珍，你以为昊天的妈妈真的喜欢夏油善啊？那个女人只认钱。你要也是夏正松的女儿，你看她敢对你这样粗暴，就因为我不是。谁说你不是？秀鸾，如果我真的是夏正松的女儿，那一切将会很圆满。可我偏偏不是，所以我很认真的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学会祝福他？祝福他？不是，祝福？不行，杨柳为夏正松委屈了20几年，我不能看着珍珍也因为他受这种委屈。小梁，今天有没有记者问过关于杂志上的事情？问过，是因为媒体过度解读，公关部门已经统一处理了，原则上一律对外说2人只是朋友。知道了，没你事了。好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找人，你听不见啊？哎，你不许进来啊！哎，小梁，没事，是我朋友，这没你的事了，你出去吧。出去吧。秀鸾，来，请坐。你是为昊天和友善的事来的吧？这件事啊，我也是早上才知道的。我希望你去和珍珍做个 DNA。我都说 DNA 了，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？没错，没错啊！就是你想的这样。我这可是冒着和杨柳破坏姐妹关系，让她埋怨一辈子的风险来告诉你的。
那个还有，就是之前你家的玫瑰花，也是我送的。哎，我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我也没有什么阴谋，我就是因为看不过你过幸福的生活，他却在那受苦。哎，怎么？你不相信呀？你不用跟我说，你没想过真真是你的女儿。那年你走后没有多久，杨柳家就出事了，就搬走了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她发现她怀孕了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她找了一个得了痨病的，知道她不久将离开人世的，所以就嫁了。婚后就别说夫妻生活了，哎，那个人下床走动都是有困难的。可既然是这样，他依旧很感激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他帮自己解决了难题，让真真不至于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。抱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，一直照顾他的家人，直到他们都相继去世，他才又重新搬回到这里的。他这些年受的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。我是因为一直跟他联络，所以我是最清楚这件事情的人了。我也问过杨柳啊，可是他不说是吧？我知道啊，如果我不说的话，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杨柳的苦，真真的苦，全世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哎，不是我说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震惊？无法接受？你是在想怎么回去跟你那位夫人解释吧？你不会觉得我现在都在胡说八道吧？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们男人最没用了，所有一辈子不找男人，不受男人的气。杨柳都为你苦了20年了，为难了20年了，你就算为他牺牲这一点，你又损失什么了？你牺牲的有他多吗？他牺牲的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。我没有要逃避他的意思，没有逃避责任，我只是在想，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比较好，我到底该怎么弥补对真真和杨柳的亏欠。真真原来真是我的女儿，难怪我看她难过的时候，我的心是那么的不舍，会那么的心痛。我这个爸爸太对不起她了。更对不起她的是你家里的那个女儿，她都已经拥有一切了，还在处心积虑的想要抢姐姐的男朋友。当然了，造成他们之间三角关系的，也不完全是因为夏友善自己，还有就是昊天的那个妈妈，她就是看着友善是你的女儿，所以才处心积虑的要把真真赶走。你说，真真的爱情不顺，是不是应该也算在你身上啊？你这个爸爸，从来就不会在生活事业上给真真任何的照顾和提携，只会造成人生的悲剧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你是诚心的想弥补，真心的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吗？当然了。好吧，我告诉你啊，首先，你千万不能告诉杨柳，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，知道吗？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想方设法的在公司里多多的提拔真真，让昊天那个势利眼的妈妈知道，真真是有能力的，能够帮助他的儿子的。还有，你往后告诉你家里的那个宝贝女儿，让她离昊天远一点儿。你不知道啊，她看昊天的那个眼神，哎呀，我都不想说了。
她们俩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呀。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他们俩同时争夺一个男人吧？好，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，知道了就好。走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不相信呐，你就去做个 DNA， 反正你们有钱人有的是渠道。等你确定了以后，你再决定帮不帮珍珍吧。哎，秀鸾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他们母女的照顾，也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谢谢。走了。珍珍是我的女儿。怎么，又是昊天打来的？珍珍，你总是这样躲着他的电话，也不是办法呀。老实说，有这样的妈，昊天也很可怜。其实我没有怪他，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，我到底该不该继续。再说了，接了电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妈，如果是昊天的话，就说我不在。喂，有事吗？你不要紧张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关于珍珍、昊天，还有友善那件事。珍珍看到杂志上面那样乱写，她的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我想当面安慰她。我能见她吗？我想珍珍现在不希望被打搅，公司那边她想请假。那你呢？我能见你吗？就约在外面，公开场合。你放心，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要不，就约在你们家附近的公园好吗？就跟你聊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啊，好，那一会儿见，啊。你说爱上你会很痛苦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说我不怕死。你说爱上你是个错误，我说我自愿走入迷途。你走你的路，装作不在乎，我知道其实你有说不出的酸楚。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难道你真的不在乎？我都知道了。秀伦都告诉我了，珍珍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吗？哎，杨柳，你已经为我牺牲太多了，
现在应该是我来照顾你们母女的时候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真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让我走！杨柳，杨柳，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让我为你和真真做点事情好不好？你让我走！杨柳，杨柳，你放开！你听我说，董事长没有用车呀？什么？搭出租车出去的？好的。放手啊！我知道了。你冷静点，杨柳，冷静点，杨柳，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，杨柳，杨柳，你听我跟你说清楚，杨柳，我求求你，你听我跟你说清楚，求求你放开我，杨柳，你放开我，杨柳，我不管秀兰跟你说了些什么，我也不管到底你确定了什么，你胆敢在真真面前提半个字，我这条命就跟你拼了！原来秀兰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你真的帮我生了一个女儿。这些都不重要。要是你真的想为真真好，你可以默默地照顾她，什么话也别说。她最近已经够烦的了。还有，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，别再去骚扰她，别再去纠缠她了。我怎么会去纠缠她、骚扰她呢？她是我女儿，我想爱她、想保护她都还来不及呢。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是最好的？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千万别告诉他你们之间的关系。他为了你这个父亲，已经吃了太多的苦，受了太多的委屈。我知道，你是说昊天的妈妈嫌弃真真的事。如果真真是我的女儿，或许这些都不是问题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这么想吗？你以为只要你昭告天下说真真是你夏正松的女儿，真真就能够受到尊敬，能够被接纳了吗？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太太着想？你到底有没有为你两个女儿着想？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。你知道这个浪头过来会淹没多少人的人生吗？我恐怕连真真也不一定能够接受。可是我总应该做些什么吧，这样子我心里才能好过一些呀。你这么想真的很自私。你现在急着想要弥补什么？你只是为了自己好过些，让自己少歉疚一点。那其他人呢？这个真相是会伤人的，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，唉，我真该死，我是个不合格的爸爸。这也就是我一直不想说出真相的原因。秀兰实在是太单纯了，她以为只要告诉你真相，让你们父女相认，我和真真就可以少吃点苦，过上好日子。都是她错了。我不应该离开你们，更不应该为了什么前途而出去工作。我更不应该没有继续去找你。我更不应该在我知道自己心里明明还有你的时候，却取了于静。不，是我自己选择的。我决定把真真生下来，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人生。我并不觉得苦，而且
真真是个很棒的孩子，我以他为荣。我有了他，我感到非常满足。可是我却错过了他所有成长过程。你还来得及啊！只要你爱他，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他。更何况，他就在你公司上班啊，你还有很多机会对他好啊。我会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友善去伤害真真的幸福。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嘛。杨柳，你听我跟你说呀。亲妈，哎，亲妈，我回来了。友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爸今天找我有事情，所以让我提前回来了。哦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董事长，爸，你今天让我早点回来，有事吗？友善，我希望你退出幸福城堡的项目。我是不想你卷进昊天跟真真的感情漩涡里，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对儿，你不要去招惹昊天。何况真真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员工，你这样做肯定会影响到工作。爸，你这样不公平。你现在别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。今天杂志上已经报道出来了，这样对你非常不利。你是个女孩子，不小心处理，会被人家说成是第三者，人家会说你是仗着夏家的势力去抢职员的男朋友。你希望这样被人家说闲话吗？谁会这样说？谁敢这样说？我夏友善方方面面不都比杨真真好很多倍吗？这两个人站在一起，任谁都会希望选我吧？爸，难道你不这样觉得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幸福城堡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还有，我会成立室内设计部门，专门负责幸福地产的售后服务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要交给杨真真来负责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到底答应他们母女多少条件？你能不能稍微掩饰一下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伤害人呐？我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市场上的需要，更何况真真的确做得不错嘛。你不要再找借口了，我反对，我反对。雨静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呢？那是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根本就是错误的。真真才来上班几天呢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而且你这个决定对其他员工也是不公平的。你不能因为跟他母亲是旧识，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啊！哎呀，这跟杨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然有关系了，我甚至怀疑你跟那个杨柳是旧情复燃。于庆，我是说，你这样做就是不妥嘛。爸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现在就要求一件事，从现在开始，别再跟昊天纠缠不清。那要看纠缠不清是什么定义了。于静，我在跟孩子沟通呢，你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昊天跟杨真真并没有结婚，他们只是在交往中。他们爱情成不成功，为什么要我来保证啊？况且今天我已经证实了，新闻那件事情是昊天的妈妈去爆的料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你的确跟他出去吃了饭，跟他去买衣服啊。那是昊天传短信约的我。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避免，
你可以让一切都不发生啊！爸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整件事情又不是我做错，你干嘛对我这么严厉啊？我跟昊天吃饭又怎么样了？我们俩都各自没有结婚，难道连朋友都不能交了吗？难道就像妈说的，杨真真的妈妈是你的旧情人，所以她让你来逼我，你就来逼我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！友善，你，爸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喜欢昊天，你从头到尾也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受委屈了，就一味的护着真真。爸，你这么做不公平，很不公平。友善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，友善是你的女儿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可是你养了她20多年呢，你怎么可以为了别人就这样伤她的心呢？玉姐，我这不是伤她，我是要避免她受到伤害。你看看她现在说话的态度，她很可能已经爱上昊天了。爱上又怎么样？她有错吗？她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人。你这样反对，完全是因为你偏心。喂，总经理办公室，你好。哦，张总啊，你要带你的朋友来看房子。好，没问题，你放心，只要是你预约的时间，我们都没有问题。嗯，对，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喂，总经理办公室。我亲爱的天美啊，你可别忘了今晚我们的约会啊！啊！拜托，每次都只有你忘记我们的约会时间，总是你让我等很久哎。天美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已经很深刻的反省过我自己的错误了。哎，我已经准备改变了，我要为你，我要为爱，彻彻底底的改变我自己。相信我，我一定要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男人。早知道，刚刚就不要赌气答应逍遥。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为他伤心烦恼啊？晚上还是不要去好了。喂，给我那个。你放心，我真的很珍惜我们失而复得的感情，尤其是我爱的人为我而改变，我真的好感动的。哎，我现在要工作，不跟你讲了。嗯，好，晚上见。这里是工作的地方，如果你要谈情说爱的话，麻烦你用下班之后的时间进行。只是接个电话而已，你也太严格了吧？我就是严格，我姓严名格，名副其实，怎么样？如果层峰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的话，我们公司还怎么运作啊？你放心，我夏天美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因为私事而耽误到工作。你刚才的私人电话最少用了30秒，一份简单的报告只需要1分钟，你敢说30秒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？大不了休息的时候还你30秒。哼，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小气的人，连30秒都要计较。给你1分钟。聚沙成塔，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打了多少私人电话？我早上要的资料你弄好了没有？还有修改后的档案呢？进口瓷砖样品什么时候拿过来？进口瓷砖的样品就在你的办公桌上。这里呢，就是修改过后的档案，还有办公桌上的那些，就是你所有要的资料。你交给我的所有任务，我已经全部都完成了。严格，总经理，报告完毕。我要的不是这些原始资料，我要的是你看过资料后写的报告和数据分析，那才是我要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下班之前把报告和数据分析给我。喂，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可能一
天之内就看完嘛？你也太霸道了吧！又怎么了？奶奶，你快来帮我评评理！我明明只有一个脑袋，2只手，他偏偏要我完成2个人的工作，还说如果今天没有完成，就不让我下班，就不让我约会，他也太过分了吧！约会？天美啊，你有男朋友了？是前男友。谁说是前男友啊？我们已经复合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复合吗？他就是我现任男友。我管你什么现任男友、前任男友，反正他就是个处处流行、到处拈花惹草、肚子里完全没有墨水的大草包。那也是你不，只有你才会不长眼的爱上他。那也是你不懂得欣赏他的优点。那你说说，他除了讨女人欢心，还有什么优点啊？好了，我看你们俩要把吵架斗嘴的时间省下来工作，要准时下班，恐怕是不难吧？小严，先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亮亮啊，你在外面等我。哦。你跟天美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2个人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吵个不停，谁也不让谁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自从第一次碰面他泼我咖啡之后就没有安静过。早说过他不适合当我的秘书，是你非要坚持。是吗？那我就把他调走好了。怎么了？舍不得了？你们俩呀，就是欢喜冤家，天生一对儿。奶奶，你不要乱猜了，尤其是昨天晚上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哎呦，我怎么知道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会这么没有戒心，连在我的房间里面都可以一觉到天亮？她就是这么没提防，难怪会被逍遥那个爱情骗子耍得团团转，被别人利用还不知道。逍遥就是她的男朋友？奶奶，你不知道那个可恶的人有多过分。我跟天美会认识，就是因为逍遥带着模特在我们饭店里开房间，他被抓到有错还不认，还怪天美不识大体。我只能说天美会爱上他，是他不长眼，算他活该。哦，那既然天美受骗活该，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就算是路见不平，就算是看不过去，那世界上看不过去的事儿多了。你曾经为一个人这样过吗？那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就算是天美识人不清，爱错了，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呀。即使会痛会难过，那她也应该自己去承担嘛。反正我没有办法不管。傻孩子，你呀，是喜欢上他啦。你想啊，如果天美在你心里头没有分量，你能那么在意她吗？如果她就是个普通的小秘书，你能那么生气人家下班去约会吗？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好好的想一想。是，天美啊，有的时候有些鲁莽，可是我就是喜欢她那种开朗大方的性格，天塌下来都不怕。是，奶奶知道小金伤你很深，可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你总该往前走了吧？我相信，天美善良单纯的性格，一定会弥补你心里所受的创伤的。好好想想吧。
才知道珍惜，痛都成回忆。你刚叫我什么？鱼干女。我是小鱼，摇摇摇。为什么？我看着小军的照片时满是怀念，可想到了天美，心里却总是暖暖的。我笑着解回忆的毒，明明心痛的在哭。我像拳击台上的拳手，被爱情打得体无完肤。总经理，这是你要的报告表。分析表我明天会很早进公司做，在你进办公室之前，我一定会完成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要去见他？当然，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，只要我愿意，门口就会有很多人在排着队等着做我的男朋友。没错，只要那些约会的费用由你来买单，我相信有很多像小妍那样的人等着占你便宜。你，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在嫉妒我跟逍遥，对不对？哼，我今天所有的约会都是逍遥买单，而且他已经说过了，会去我们经常约会的咖啡馆，给我一个浪漫的夜晚。而且他还说，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里，只要我想到今晚，我都会永远记得他爱我。最好是，不要到时候有人在咖啡厅大哭大闹，让全公司都知道你的丑事。我告诉你，明天全公司的女同事都会羡慕我。再见。喂，我没说你可以走呢。喂，哎，总经理，这是关于……这不重要，想办法帮我阻止那个蠢女人约会。那，想办法。来，天美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今天晚上答应跟我约会的时候，我这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。自从你离开以后，我才发现，你已经在我心底里深深的扎根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是度日如年呐。天美，天美，哦，天美，你看，星星，星星再美，如果没有月亮的夜空，也会失色。当我仰望天空，我才发现，你才是那个最关心我、对我最好的人。你在我心里的地位，无人可以取代。你就是我的月亮，不，我的太阳，不，我的女神。是，我们的确是分过一次手，但正是这次分手，才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你的重要性。现在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我知道，你最喜欢吃巧克力冰淇淋，所以我让这里的主厨为你特制了一道甜点，那是独一无二的，只属于你。来，把眼睛闭上啊！当当当当！哇，好特别的冰激凌哦！怎么舍得吃啊？你吃了就会觉得更特别，它就代表我的爱，又深又真。真的让我吃啊？那我吃了。当当当当当！天美，
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，我不希望再失去第二次。只要你愿意把这枚戒指收起来的话，就让我们俩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吧。天梅，答应吧啊！哎呀，这么多人站在这儿，多不好意思啊！你快点起来啊！不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就不信你不中计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答应你，考虑你的求婚，但只是考虑哦。你快点起来啦，快起来！天梅，客户来的电话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跟我求婚？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啊？你放心，我最近一条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。哎呦，人家是大老板的女儿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这个鱼上钩，什么债务问题都解决了。你跟陈总说一下，让他再宽限几天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都还他。啊，拜拜。笨女人。